花养不养的活全看浇水，但一直以来养花浇水都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。不论新老花友，只要提到浇水，都有非常多的困惑，而有超过90%的花友都因为浇水不当，把花浇死过。浇水是不容易，但花花想说，我们心里一定要积极乐观，一定要想我可以做好，否则带着悲观的心态，还没开始就注定失败了。其实浇水对植物来说是让它变活、变水灵、变美的过程，看着植物焕发勃勃生机，也会让我们对生活充满更多热情，会让我们更加享受有成就感的生活，并且也会给我们生活带来更多信心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喜欢这类内容请关注并打开小铃铛。今天花花给大家总结了浇水攻略，大家可一定要收藏好了。学会了今天的浇水，你的植物和花卉想要养死都很难。一、如何浇水？一、水的选择。浇花经常用到的水有自来水、纯净水和自然水，这3种水各有优劣。首先是自来水，自来水是家庭养花浇水最多的水，获取方式最为简单，成本也比较便宜。但自来水中含有漂白粉、消毒剂等化学元素，尤其是氯离子对幼嫩的根毛伤害最大。但是这些化学物质易挥发，所以最好贮存1至2天，待化学物质挥发后，水温接近土温时，方可用来浇花。其次是纯净水，纯净水经过处理后化学物质较少，而且纯净水与植物细胞中的水分子相近，更易于被植物吸收利用。但是纯净水中营养物质含量较少，长期使用植物容易缺乏营养物质，所以需要搭配营养液使用。而且纯净水成本较贵，家庭花草较多时用纯净水浇花成本还是比较大的。第三是自然水，自然水又叫无根水、雨水、雪水、冰雹化的水都是自然水。自然水富含大量的营养元素，对绿植是最好的，尤其是雷雨天的雨水，经过电解反应水中含氮量比较高，是最适合浇花的水。但无根水靠天吃饭，获取较难，所以如果赶上雷雨天，一定不要错过。二、浇水量和浇水方式。浇水要不就不浇水，浇就要浇透，即每次浇到水从盆下盘子渗出为止。另外还应根据花盆的大小以及盆土的质地来确定，比如花盆浅，浇水要少要勤；你盆渗水性好，盆土容易干燥，要勤浇。实盆、幼盆不易渗水，长期积水，花卉会烂根。根据植物的生长属性不同，浇水的方式也应该不同。浇水的方式有3种，一是宁湿勿干，二是见干见湿，三是干透浇透。宁湿勿干适用于习水植物，如铁线蕨、凤尾蕨等蕨类植物，这类花木要在盆土稍微干燥时就浇足水。宁干勿湿适用于耐旱植物，如发财树、芦荟、仙人掌等，当盆土干透后再浇水。见干见湿适用于喜湿润、偏耐旱不耐水涝的植物，如龟背竹、绿萝等，距盆土表面3厘米左右干透就立即浇水。三、不同季节浇水注意事项。一、春天天气变化无常，这时盆花开始萌芽、生根，需水量大，要保持盆土湿润。夏季干燥、蒸发快，浇水要增加，但要注意不要长期水涝。秋季应适当少浇水，以免花枝疯长。冬季多数花木处于休眠状态，保持盆土稍干即可。二、有句农谚说得好，沉水是甘露，活水是砒霜，晚水救命汤。这说的就是在春秋之际，上午清晨和傍晚是浇花的适宜时间，而在夏季切勿中午浇花，盛夏中午温度最高，盆土与水温差异最大，这时浇花容易导致根系正常的生理活动受阻，减弱根系对水分的吸收，产生生理干旱，而使枝叶萎蔫。同样的道理，冬季宜在中午浇花。二、浇水前有3看。一、看花盆的大小。养花的盆栽会有不同的尺寸和深度，这会影响到花盆的透气性和水分蒸发速度。如果花盆比较大且通风不好，浇水后在室内环境中很难蒸发，导致土壤持续湿润。这种情况下，应该减少浇水的次数和量。相反，对于小盆栽的植物，如芦荟、仙人球和多肉植物等，
除了一些耐旱的植物需要少量水外，其他的木本花卉、草本花卉或室外植物都需要经常浇水，因为它们需要较高的湿度来生长。2. 看盆土的湿度。在浇水之前，需要观察盆土的湿度情况。如果表面干燥而底部仍然湿润，绝对不能盲目浇水，以免导致根部腐烂或黄叶。如果盆土质地较差，容易积水，也应该减少浇水量。只有盆土具有良好的透水排气性，才能继续浇水。这种浇水方式适用于所有的盆栽。3. 看温度和天气。浇水之前，需要考虑天气和环境等因素。在一些植物的休眠期间，如夏季休眠的蟹爪兰、长寿花和多肉植物，以及冬季休眠的百合等，需要减少浇水量，因为植物在休眠状态下需要较少的水分。同时，在低温时也要避免过多浇水，保持盆土稍微干燥，有利于植物的过冬。而在炎热的天气中，由于水分的快速蒸发，一些水分需求大、叶片较多的植物，如月季、无花果、铜钱草和栀子花等，需要大量的水来补充。最后，介绍一下根据植物品种来判断浇水。有一些花草植物叶子大、开花多、生长速度快，需要经常浇水，尤其是养在室外的话，春秋夏季几乎天天要浇水。像月季啊、绣球啊、栀子花之类的，但是养在室内的小盆栽，生长速度缓慢的，而且需水量不大的耐旱盆栽，都要少浇点。像芦荟啊、多肉植物啊、沙漠玫瑰啊，不一定要天天浇水，有时候盆土干一点，生长更好，长得更茁壮。对于室内花草的浇水，我们也可以用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，是放置水盘。将花盆放在一个盛水的大盘子或垫子上，让花根自行吸取所需水分。这样不仅可以保持适当的湿度，还能避免盆土太湿或太干。此外，一些多浇水植物如水仙花、文竹等，还可以进行浸水养护，将盆栽浸入水中，直到土壤吸足水分后再取出。3. 选对土很重要，很多花友浇水最怕就是积水烂根，不浇水植物会渴死，浇了水植物积水烂根也是死，真可谓进退两难。其实只要选对了土，根本不需要担心积水闷根的问题。我们配土的时候，无论选择哪种土壤，栽种哪种花卉，土壤的疏松透气性是最关键的。只有土壤中有气体交换，根系能够正常呼吸，植物才能长得茂盛。我们常见的田园土，它们在田地里通风环境好，因而这类土的团粒结构要好，肥力较高，但它们易板结，透气透水性较差，因而不建议单独使用。如果要用的话，可以在土里掺杂能够增加透气性、排水性的物质，这样土壤兼顾了肥力与排水透气性，更利于植物生长。下面介绍几样常见的配土材料。1. 火山石。火山石其实是火山爆发后由火山玻璃、矿物与气泡形成的非常珍贵的多孔型石材，富含有钠、镁、铝、硅、钙、钛、锰、铁、镍、钴和钼等几十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能够为植物生长提供丰富的微量元素。火山石的透气性非常好，能够有效防止植物烂根，常用于拌土或是铺面。2. 椰壳椰糠。椰壳椰糠是近些年来流行的一种花卉土壤，它其实就是椰子的纤维，将椰子壳通过各种步骤加工而成，根据大小分为粗椰壳、细椰糠。相比来说，粗椰壳里面的纤维比较多，颗粒度要大一些，故而疏松透气性要好一些，细椰糠的保水性要更好一些。需要注意的一点是，由于椰壳本身呈碱性，要脱盐后才能使用，购买时要注意买脱盐的。3. 木炭。木炭是木材经过不完全燃烧，或者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热解所残留的深褐色或黑色多孔固体燃料。木炭中含有丰富的磷、钙、硼等元素，有很好的防腐作用，也是一种不错的配土材料，经常作用于扦插中，以提高成活率，或是加进土壤中，防止积水烂根。4. 珍珠岩。珍珠岩无毒无菌，呈中性，是花卉配土中常用的一种材料。我们购买的营养土中那些白色的小颗粒就是珍珠岩。珍珠岩的透气性、排水性非常好，也有一定的保水能力，但基本没肥力，质量也较轻，多用于土壤中的配角。
5. 蛭石。蛭石是一种天然、无机无毒的矿物质，它的材质较轻，透气透水性好，有利于根系的萌发和生长，常用于扦插育苗或是拌土等。蛭石含有丰富的氮磷钾、铝铁镁、硅酸盐等成分，能够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丰富的营养。6. 陶粒。陶粒也是经常见到的一种配土材料，它的质地轻，孔隙大，透气透水性好，能够有效防止植物烂根，经常会被用于水培植物。此外，陶粒也可用于垫盆、铺面等，但个人建议尽量不要用陶粒铺面，这样不容易发现盆土的真实情况，不好掌握浇水。以上就是6种常用的增加排水性的配土材料，可以选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加进自己的土壤。养花是一项需要耐心和细心的任务，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浇水方法，花草保持健康生长，才能让花常开叶常绿，让我们享受到充满生机与美好的家居环境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还有其他可以关于植物浇水的妙招，欢迎评论区分享给花友。如果对分享的内容有其他意见，欢迎及时告诉花花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